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我们在做硅脂长测过程中，在拯救者 Y9000P 这台电脑上遇到的两个问题。我们在做最近一轮的硅脂耐久测试的时候，也就是测泰尼诺的 PCM800X 的时候，发现拯救者 Y9000P 的这个 CPU 功率跑不到100瓦了。当时我们可能也以为是材料问题毕竟这个电脑的 CPU 功率还是很大的本来就是顶着降频在烤机的。如果你的材料不够的话，自然就会产生温度异常或者说降频。经过我们15天的长测之后进行对比测试拆解的时候，才发现 CPU 和显卡的硅脂呢，在中间这两颗螺丝对应的部分呢，出现了明显的偏移，就是靠近这两颗螺丝的位置的硅脂呢，明显的更薄，远离这两颗螺丝位置的硅脂呢，明显是更厚。这就导致了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它这个 CPU 的功率呢是跑不到100瓦，只有90瓦左右下降了大概10瓦。但是同期测试的其他机器上，同样的材料就表现出来了和这个拯救者不一样的温度表现。所以我们排除掉材料本身的问题这个散热器和芯片的贴合度变差，确实是会对这个温度和功率有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最早拆解这台电脑原厂和第一次更换7950的时候这个散热器的贴合度还是很好的，还是很平的但是经过我们几次的拆装之后可能是经过长时间的循环烤机，这个电路板或者这个散热器产生了轻微的变形，导致后面呢这个贴合度越来越差，并且这个散热器的贴合度变差的一种情况，我们反复研究了好久可能影响这个的因素呢，大概涉及2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螺丝锁紧的顺序问题，第二个呢是散热器或者说电路板变形的问题。我们先说第一个，关于这个螺丝锁紧的顺序问题，我呢其实反复研究了好久各种拆装测试。最后我还通过渠道咨询了原厂这个散热模组厂的工程师，得到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在工厂组装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编号的顺序1、2、3、4、5、6进行锁紧的，用电动螺丝刀一次进行锁紧，并且呢每个螺丝打的扭力呢也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个人用户在操作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精准的扭力螺丝刀的我们手工操作的话，可以理解为螺丝拧到头，然后稍微加点力就可以了。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我个人并不推荐使用普通的那种电动螺丝刀第一是扭力不精准，第二很容易把螺丝打滑。大家在操作的时候按照这个1、2、3、4、5、6的顺序进行锁紧说起来是很简单很方便的一个操作。但是针对这台 Y9000P 大家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或者避坑的地方是，这个散热器上的编号有很大的迷惑性。我们看这个散热器这个位置的编号呢是1，其实这个1标的是下面这颗螺丝，因为这一块是一个整体。这颗螺丝的编号呢其实是4，它因为这个螺丝周围是没有地方的，所以它把这个4呢写在了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这块呢还有一个支撑后壳的一块就是胶垫很硬的一个胶垫，这个胶垫下边有个编号是5，所以这个散热器的固定顺序应该是1、2、3、4、5、6，所以千万不要把这颗螺丝当成1来进行固定。我们之前在测试的时候应该就是把这个螺丝的位置误认为成1了，先把这颗螺丝锁紧了，所以就导致了散热器朝这边倾斜，产生了我们之前的那个斜压的那种情况。加上我们长时间连续反复的烤机，再叠加上我这个不正确的拧紧顺序，可能就导致了我们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主板或者说散热器出现了轻微的变形。我们来看这个散热器这个散热器看上去确实非常的虎实也很厚重，挺沉。但是你仔细观察，它其实是由2块组成的，左边一块，右边一块，然后中间呢只是靠一个铜管来进行连接两边的，然后其他位置是中间这是分离的，并没有固定。所以这个散热器如果你固定的力度不对的话，很容易就产生这种轴向的扭曲，或者说像弯弓一样这样扭曲，因为中间这个铜管是没有那么大的强度的。像我们这种情况散热器轻微变形之后，其实可以通过轻轻的掰一下这个散热器来进行矫正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挺软的，并没有那么大的强度。但是这个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用大力大力可能直接就把这个热管这掰断了，或者说把这个焊接的部分呢给破坏了。但是这个散热器的矫正可能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我反复的进行调整 ，CPU 部分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就不会再有那么明显的斜压了。但是显卡部分还是有明显的斜压。那么这个显卡的斜压有可能是焊接这个 GPU 核心的这块电路板产生了变形了，就是轻微的扭曲了之后，然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毕竟我们给这个150瓦功率的显卡呢反复的进行烤机，并且烤的时间也有点太长了如果真的是这个电路板产生了轻微的变形的话，那么我们个人用户几乎是无法进行测量，也无法进行矫正的。但是好在这个显卡核心它是一个均匀发热体发热是比 CPU 明显要均匀的多。所以即便是有了轻微的这个斜压之后它的这个温度和功率并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影响。
最后呢，简单总结一下，大家如果在清灰换硅脂的过程中安装这个散热器最核心的这几个螺丝的时候，如果散热器上有编号，大家一定按照这个编号来进行依次锁紧。尤其是这种3颗螺丝所核心的这种散热器。那如果你是那种4颗螺丝或者4根腿的那种散热器的话，其实这个编号的意义就不太大了，只要保证对角线来进行锁紧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常见的台式机 CPU 的散热器啊，一定都是4颗螺丝啊，你对角线逐渐的去锁紧就可以了，因为那个螺丝的行程很长，你一次拧到底，那个散热器就斜了，所以是4颗螺丝逐渐的进行锁紧是最好的。那么我们总结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希望我们这些经验或者说教训呢，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能有所帮助吧。好，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感谢你的观看，我们